同志，你们这儿能回收吗？我们这是金店，可不收垃圾，赶紧拿走，别影响我们做生意。你先看看，万一能收呢？都说了不收垃圾，你这人怎么？陈青山，让你挑货不是让你捡破烂。赵管，山上垃圾没人捡，风一吹就进沟里了。这一片生态脆弱，如果不保护起来，少给我装好人！景区是赚钱的地方，货送不完，扣你3天工钱。赵管，我尽力。哼。陈青山，怎么这么久才寄？我刚才在山上挑货，挣那点钱，累个半死。别忘了今天我爸过寿，晚上早点过来。我知道了，媳妇儿。我妹和妹夫他们都来，记得准备个好点的礼物，别给我丢人。全身上下只有50块，根本不够买礼物。赵管，我今天的工钱，您看。工钱是吧？拿着。我今天上下爬了3趟，扛了50箱水，山顶1瓶水卖20，是山下的10倍，就给这点儿，嫌少？这钱你爱要不要？你不是喜欢捡垃圾吗？那些垃圾也属于景区，我呢就不要了，当施舍你的，还不滚？等我请你吃饭。爸，今天您过寿，我们姐妹3个难得都回来，您可得多吃点。好，你们都回来了，我心里高兴。爸妈，我来了。陈青山，你看看这都几点了，现在才来？今天我过寿，你最后一个来就算了，还穿成这副德行。对不起，山上活太多，我一下山就赶来了，衣服也没来得及换。姐夫这是刚从垃圾堆里出来吗？一进门味儿就冲过来了。既然来了，就坐吧，别站门口熏人。爸，这是我托公司医疗资源订的高端体检卡，全年贵宾通道，您和妈都能用。程志知道爸妈年纪大了，提前半个月就安排好了，普通人想约都约不上。程志有心了，做事体面，不愧是公司高管。爸，这是省城带回来，另外这个红包您收着，图个吉利。药祖说爸过寿不能寒酸，酒和红包都要最体面的。好，今天咱就喝这个。姐夫，轮到你了，你给爸准备了什么大礼？礼物呢？不是让你准备了？爸，我没买到好东西，这是我在山上挑货的时候看见一根老松木，我削了好久，给您做了根拐杖。您腿脚不是一直不好吗？姐夫，这个是不是太随便了？你给爸过寿就送根木棍？呀，这蛇皮袋里装的都是垃圾，那这拐杖……陈青山，你就不能让我有一次抬得起头吗？万晴，我真没钱买贵的，这个是我亲手做的，我想着爸能用上。够了，陈青山，我过寿不是让你拿根破木棍来羞辱我的。爸，我没有那个意思。没有，3个女婿坐在一桌，一个是集团高管，一个自己开店当老板，就你一个挑山工。挑山工我都忍了，现在连送礼都拿山上捡的垃圾，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放？爸，您别气，姐夫可能觉得山上什么都能捡，连寿礼也能捡。
爸妈，是我没本事。你没本事不要紧，别拖累我们跟着你一起丢人。爸爸，爸爸没事。你怎么能跟妹妹开这种玩笑呢？哭起来没完了，多大点事儿，矫情个屁！耀祖，你这么说孩子是不是不太合适？陈青山，你什么意思？你一个挑垃圾的叫我管孩子？耀祖说的没错，小孩子就是不能惯，小小年纪就哭哭啼啼，长大了能成什么事儿？陈青山，你还嫌不够丢脸吗？可是姓陈的，这家里轮得着你说话？行了，吃饭。陈青山啊，陈青山，活了半辈子，连根拐杖都送不出去，老婆抬不起头，孩子跟着受委屈，你可真没用。算了，丢人也丢够了，先把这些垃圾卖了，多少换点钱。怎么这么沉？这是黄金，这是黄金，不是做梦，真不是做梦，垃圾怎么会变成黄金？不行，我得找人看看真假。同志，你们这儿能回收吗？我们这是金店，可不收垃圾，赶紧拿走，别影响我们做生意。我不卖垃圾，我想请老板帮我看看这个。老板！你这哪来的？这你不用管，就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金子。足金成色很高，现在黄金一天一个价，就这一小块，少说值几十万。几十万？那我那一袋子岂不是？老板，那这块金子你能收吗？我这小店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你要真想出手，得去市里的贵金属回收中心检测、备案、打款都得走流程。行，这金子是垃圾变的，不偷不抢，可这事儿说出去谁信？是不是上交比较好？这么大的事儿，我要找婉晴商量一下。林婉晴，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这一落碗全碎了。老板，我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没拿稳。不是故意就不用赔了，这批碗是新买的，这个月工资你一分都别想拿。老板能不能少扣点？我女儿马上要学费。你家困难关我什么事儿？不想干就走人。婉晴，你怎么在这打工？我有什么办法？家里没钱，朵朵要上学交学费，老师天天催。她从小喜欢画画，连一套好点的画笔都没有。画笔？你天天在山上挑货捡垃圾，累得半死，又能挣几个钱？我不出来洗碗端盘子，难道看着孩子交不起学费，看着他拿别人用剩的破蜡笔画画？婉晴，是我没用。我也不想这么说你，可我真的撑不住了。陈青山，我跟着你丢人可以，朵朵不能跟着咱们一辈子受委屈。婉晴，其实我……爸爸，你看，这是我今天画的你。老师说，如果有彩色画笔，我可以画得更好看。爸爸，等你有钱了，可以给我一盒彩笔吗？买，爸爸一定给你买最好的。我不能再让老婆孩子跟着我受苦了，明天就去市里把金子卖了。先生，办什么业务？我想检测回收点东西，黄金首饰还是金条？我也说不清，你们帮我看看。
先生，您这边请。先生贵姓？我姓陈。陈先生，这批黄金成色很高，重量也不小，按今天金价估现，总额接近1000万。1000万？您先别激动，金额太大，我们要走备案和结算流程，款项3个工作日内打到您账户。3天？对。另外，我多嘴问一句，这批黄金来源方便说明吗？垃圾变的，就算我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是我多言了。不过我提醒陈先生您一句，这笔钱最好谁也别说，尤其别让熟人知道。突然有了钱，会有很多麻烦。我明白。对了，这块能帮我立刻变现吗？我有急用。当然可以，差不多30克，3万块，等下打您卡上。1000万还有3天到账，这3万块，先给婉清和朵朵买点东西。先生，给谁买衣服？给我媳妇儿，要舒服点、好看点的。这件新款，面料好，穿着显气质。包起来。孩子画画用的，哪套最好？这盒彩铅加水里套装最全，很多学画画的孩子都用这个。就要这个，包好点。等下婉晴和朵朵看见了，一准高兴。林婉晴，你又把盘子打碎了，这个盘子500，今天必须赔。老板，一个普通盘子哪值500？上次的碗你就扣了我1个月的工资，你不能这么讹人。不赔也行，你上班时候交的3000块押金，别想退。那是我的押金，你凭什么不退？凭你在我店里干活砸了东西，不服你别干。多少钱？赔。多少钱？赔。青山，你怎么来了？来的正好，你老婆砸了盘子，500。盘子钱我赔，他上班交的押金退给他。押金？我凭什么退给你？如果不退，我现在立刻就报警。拿走拿走。走，咱不在这受气了。陈青山，你到底想干什么？那可是500块。我知道。你知道什么？500块够咱们家买1个月的菜了。你说赔就赔，你哪来的钱？妈妈，你别跟爸爸吵架。你们先看看这个。爸爸，这是给我的吗？给你的，最好的画笔。朵朵有画笔啦！2000块，你到底哪来这么多钱？2000块，你到底哪来这么多钱？景区说我挑货勤快，给我发了一笔奖金。我不信，你们景区就是个周扒皮，不可能这么大方。青山，这些东西明天去退了。退了？日子过得苦，我能忍，可我绝对不能看着你为了我和朵朵去做错事。钱没了还能挣，人要是走错了，就回不了头了。婉晴，我保证这钱没偷没抢，干干净净，好看。结婚10年，我早该给你买一件像样的衣服了。青山，以后我一定让你和朵朵过上好日子。爸爸最好啦！妈，什么？让回家吃饭？要不我们还是不去了。明天晚上，行，我们一定到。你干嘛答应？过去受他们的窝囊气吗？上次我害你丢了面子，这一次一定帮你挣回来。
哟，姐夫还真来了，我还以为上回闹成那样，你们不敢来了呢。回家吃饭又不用花钱，白吃白喝的事儿怎么会不来？就是不知道这次是空着手，还是又从哪儿捡的垃圾。这是这酒，这不是限量款的高档酒吗？一瓶就要3000多吧？这酒市面上不好买，你从哪儿弄的？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酒？景区发了点奖金，想着上次让爸妈不高兴，这次不能再空手来。奖金？挑山工能发几千块奖金？这奖金几年也不见得发一回吧？姐夫，不是我说你，没钱就别硬撑，在这打肿脸充胖子，有意思吗？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穷还要装体面。就是，穷人就是穷人，别学人家摆阔。行了，东西放下，坐吧，别站着碍眼。爸，我最近有个晋升机会，位置基本定了，就是上下打点还差点资金。要是顺利升上去，以后晚秋就不用上班了，安心在家当个阔太太。差多少？不多，20万。20万不算多，爸给你拿。爸，我的汽修店最近生意越来越好，所以准备开分店，正缺启动资金。要是您能支持30万，年底分红我先给您。耀祖这生意做大了，也是给咱林家长脸。行，都是一家人，该支持就支持。爸妈，去年朵朵上学差5000块学费，我开口借，你们说家里没钱，现在20万、30万，说拿就拿。婉晴，你这叫什么话？救急不救穷，懂不懂？没错，人家诚挚耀祖拿钱是办正事儿，是往上走。你们家呢？今年借5000交学费，明年是不是还要借？朵朵上学不是正事儿吗？她是个女孩，还有你们这样的爸妈，就该知道自己什么命。婉晴，别说了，青山，以后我们不会再求你们。同样的，以后你们也别来求我。姐夫，你这话说的跟自己很有钱一样。1000万，算不算多1000万！1000万，姐夫，你要是有1000万，那我还说我有1个亿呢。姐夫，吹牛也得有个边儿，你一个挑山工，张口就是1000万，谁信？婉清听听，男人现在不光穷，还学会吹牛了，丢人现眼！我的画笔。何小虎，给朵朵道歉。刚还说自己有1000万，现在几根破笔都舍不得。姐夫，你这千万富翁也太寒酸了吧？姐夫，小孩子抢个东西而已，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小虎还小，懂什么啊？一码归一码，画笔值多少钱不重要，他欺负我女儿在先，就必须道歉。让我儿子给你女儿道歉？陈青山，你搞清楚，我是开店当老板的，你就是个挑山工。就是，你一个大人跟孩子计较成这样，也不嫌丢人。是什么？不代表你儿子可以抢东西。我还说你刚才吼我儿子，把我儿子吓到了呢。要道歉，也是你给我儿子道歉。爸，小虎都被吓哭了，您可得说句公道话。爸，今天这事儿您处理吧，到底是谁该道歉？陈青山，给耀祖和小虎道歉。陈青山，给耀祖和小虎道歉。爸，明明是小虎先抢朵朵东西，你妹刚才说的对，小孩子闹着玩，是你们非要上纲上线。再说，小虎可是咱们林家的大孙子，要是给个丫头片子道歉，多丢人。没错，还有耀祖，他可是做大生意的，今天饭桌上被你们这么下脸，以后还怎么处？所以就因为2个妹夫有钱，你们就永远向着他们。朵朵被欺负也只能忍着。那又如何？人家有本事就该被人高看一眼，你们没本事就少在这里讲公平。爸妈，你们太过分了！不愿意就滚出去！今天你要是跟他走，以后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婉晴，别说了，咱们回家。好，我们回家。婉晴，对不起，今天又让你在娘家丢人了。今天错的不是你，以前我总跟你吵，是觉得你太窝囊，谁欺负你都忍，连朵朵受委屈你也只能低头。可今天你站出来护着孩子，我心里特别踏实。青山，我不是怪你，我是
终于看见你像个爸爸了。到账了，真的到账了！怎么了？青山，你干什么？朵朵睡着了，快放我下来！婉晴，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和朵朵受任何委屈。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1000万，青山，这钱到底哪儿来的？你爸过寿那天，我从林家出来后喝醉了，拖着那袋垃圾走在街上，后来那袋垃圾全变成了黄金。垃圾变黄金？我去金店验过，又去了市里的贵金属回收中心检测、备案、打款都走了流程。这1000万就是今天到账的。除了我，还有谁知道？金店老板、回收中心的人只知道我卖了黄金，不知道垃圾变黄金。娘家那边没人知道，他们只当我在吹牛。青山，这事绝对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要是知道你真有1000万，一定会扑上来吸你的血。我还怕你怪我瞒着你。我又不傻，这是咱们一家3口翻身的机会，谁都不能抢。这钱以后怎么用，咱们一起商量。咱们啊，先换个好点的住处，买点好东西，改善一下生活。青山，今天吃点啥？炒个肉，再来个青菜。哟，点2个菜，这是发财了。前2天我可听说你拎了3000块1瓶的酒去林家。不过我提醒陈先生您一句，这笔钱最好谁也别说，尤其别让熟人知道。突然有了钱，会有很多麻烦。哪儿发财了，就是犒劳一下自己。等下还得去挑货上山，这年头挑山工不容易啊。以前好歹挣个辛苦钱，眼下只怕饭碗都保不住了。什么意思？我也是听人说的，具体你自己去山脚货棚看看就知道了。青山，你来晚了，今天没货挑。景区每天那么多游客，山上商品需求量大，每天根本送不过来，怎么会没货？这是什么玩意儿？景区新采购的运输机器狗，24小时能跑，上山下山不用歇。那我们今天不用运货了？从今天开始，山顶商铺的货先由机器狗试运。他们不会喊累，不会摔伤，不用买保险，不用报医药费，效率还高。这还是第一批，等后面机器狗全到位，要不了多久，你们都不用干了。我在这山上挑货20多年，上有老下有小，就指着这点活吃饭呀！我腰都跳坏，除了这活我还能干什么？说不要就不要了，也太没良心了！这种机器狗少说也要几10万一台，几10台机器狗的钱，够给我们这些挑山工发几百年工资了。那是景区的钱，想买机器就买机器，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拿命把货挑上山，肩膀磨烂，膝盖磨废。现在他们宁愿把钱砸给机器，也不愿意给我们一条活路。陈青山，你少在这煽动情绪。时代变了，机器比人好用，怪谁？要怪就怪你们自己没本事。行了，都散了吧。有活我再通知，没活就赶紧另谋出路。都散了吧。我有1000万，现在不愁吃穿，可他们这些人没了这份工作，难道只能眼睁睁饿死？想什么呢？没什么。先生太太，你们看，这套面积不大，但采光好，又是精装修，离学校也近，孩子上学方便。爸爸，以后我也能有自己的小房间吗？能，以后你有自己的书桌，想画多久都行。青山，真的要买吗？买，咱们一家3口，总得有个像样的家。先生太太，那我这边帮您准备合同。准备吧。好的。陈青山，他一个挑山工，竟然来售楼部买房。爸妈，我今天在售楼部看见婉晴一家了。售楼部？他们去那儿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十有八九过去找工作。就陈青山那一把年纪，人家会要他才怪。不是，他们是在买房，虽然是小户型，但也得几10万。陈青山眼都没眨，就让人准备合同。就陈青山那个挑山工，他哪来那么多钱？妈，朵朵家要买新房子了吗？我也要，我也要。
不可能。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我亲眼看到的。爸，你看，我还拍照了。说起来，姐夫最近的确是不对劲，最近又是高档酒，又是画笔，现在连房都看上了。爸妈，婉晴他们家肯定发财。没错，上次吃饭他不是说自己有1000万？你们别听风就是雨，一个挑山工能发什么财？爸，您要是不信，明天自己去看看。对，亲眼看看不就知道了。要是真发财了，还瞒着咱们，那可就说不过去了。妈妈，我们真的有新家了，我也有自己的房间了。朵朵，别挡着叔叔搬东西。师傅辛苦了，谢谢老板，恭喜乔迁。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听说你们换了地方住，路过顺便来看看。哟，家具全换新的了。这房子是租的，想着朵朵离学校近一点。租房？会买这么好的家具？青山，你最近手头挺宽裕啊。你跟我说实话，你们家是不是发财了？爸，你想多了，我们哪有那个命发财？房子虽然不是租的，但也是按揭，家具的钱也是跟人借的，到现在还欠着。青山啊，妈本来也不想开这个口，我和你爸年纪大了，出门买菜看病都不方便，就想着买辆老年代步车。没错，老二老三那边都出钱了，你是老大女婿，我们也不多要，你就拿2万出来算是尽孝。只要他能拿出这2万，就说明程志没看错，他们家肯定发财了。爸妈，不是我不拿，是真没有，1分钱都没有？没有。哼，行，你没钱，我们也不难为你。他们肯定是装的，什么贷款买房，要是没钱，敢背那么多贷款吗？而且那些家具还都是品牌货，加起来少说5、6万。这个老大还真有心机，以前来家里蹭吃蹭喝，连个像样礼物都拿不出来，现在有钱了，倒藏得这么深。可他们死活不承认，我们能有什么办法？爸妈，你们问不出来，不代表他们真没钱。陈青山那种人，越藏越说明心虚。耀子，要不咱们过去试探一下，真发财了，不可能没有一点破绽。行，一起去。你们怎么来了？都是一家人，过来看看你们新家。姐夫，上次饭桌上的事儿，我说话冲了点，你别往心里去。程志、耀祖，你们有事儿吗？姐夫，你是知道的，我最近公司有个晋升机会，你要是愿意帮一把，等我升上去，好处少不了你。还有我这边汽修店也准备开分店，铺子、设备、人员都谈好了，20万入股，我给你10%股份，年底少说翻1倍。上次吃饭的时候，爸不是已经答应给你们拿钱了吗？爸妈的钱是爸妈的心意，我们这次来是看在一家人的份上，主动给你一个机会。对，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要是真想找投资，外面排队的人多的是，让你入股是给婉晴和朵朵留条后路。不用了，我没钱。姐夫，你这就没意思了，你们又买房又买家具，还说没钱？我已经跟爸说过了，房子是按揭的，到现在还欠着银行几十万。姐夫，你确定自己没钱是吧？没错，大家都是亲戚，有些话说太死，以后不好见面。我说的是实话。行，你装，你继续装，发财了连亲戚都不认，我看你能藏到什么时候？慢走，不送。油盐不进，我都把分厂股份让出来了，他还咬死没钱。我提晋升的事情，他也一点口风也不漏，越这样
越说明他心里有鬼。那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婉晴家发财，却一分钱不拿出来孝敬我们吧？软的不行，就得下点狠药。何耀祖，你又想干什么？放心，我就是试试他到底有没有钱。爸，婉晴，你妈出门摔了，现在人在医院抢救，手头钱不够，还差2万，你先转过来，过2天就还你。我妈摔了，我现在就转钱。爸，钱的事先不急，我妈在哪家医院？我们现在过去。不用，你们那么忙，过来干什么？先把钱转来，救人要紧。既然人在抢救，我们更应该过去。哪家医院？哪个科室？陈青山，你什么意思？你这是不信我？我女儿的钱我还不能借了？爸，我只是想确认妈的情况，只要是真的摔了，我们就算是去借，也一定拿钱。确认什么？我看你就是不想拿钱。行，这钱我们不要了。他们为了钱，连这种诅咒自己的话都说得出来。或许，这就是人性。刘强，之前交代你的话，记住了？记住了。就说陈青山发了大财，买房买家具，手里至少有几百万。别说是我们说的。放心，老板，我都懂。去吧，传得越快越好。这一次，一定让他现原形。青山，好久不见啊！听说你最近发财了？没有，谁乱说的？别装了，房子家具都买了，还说没钱？我最近手头紧，借我2000周转一下。我真没钱，2000都不借。陈青山，你发了财还这么小气？行，当我没认识过你。哼。青山，正好碰见你，我家孩子考上大学了，学费还差点，你现在宽裕了，能不能借我8000？婶子，我没有发财，家里也没闲钱。你都买新房新家具了，还跟我哭穷？以前住一个院的时候，我可没少照应你们。婶子，我们真的没有钱。有钱就看不起老邻居了，算我看错你们，抠搜铁公鸡。一天了，电话就没停过，老同学、老邻居、远房亲戚全都来借钱，肯定是他们干的。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非要把咱们逼到所有人面前吗？他们一天借不到钱，就一天不会善罢甘休。那怎么办？我必须想个办法。青山，你还来干什么？景区把咱们全裁了。我知道机器狗早晚会把咱们顶掉，可没想到这么快啊！我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就指着这点挑山钱吃饭，你们说裁就裁，让我们怎么活？活不让干了可以，前半个月的工钱总得结吧？没上满1个月不结，这是景区的规矩。我们天天爬山，肩膀都磨烂了，你说不给就不给，你还有没有人性？高管，他们活干了，钱就该给。机器狗是景区买的，裁人也是景区的决定，凭什么让挑山工白干？陈青山，你现在倒心善了，你这么有本事，不如自己开家公司，把他们全雇了，不就行了？这钱放在手里是烫手山芋，谁都惦记。可要是拿出来做事，也许能救更多人。公司快撑不下去了，车还有几辆，司机也都在，就是资金链断了。你要是真想接500万，债务、车辆、场地一起打包。500万我买了。你确定？你就是个挑山工，有这么多钱吗？从现在起，这家公司就是你的了。我陈青山，终于也有自己的公司了。陈青山，今晚你和婉晴必须回家一趟。今天把你们叫来，就是把话说清楚。陈青山，你到底有没有发财？这段时间镇上都传开了，你买房买家具，又不肯帮家里一把，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些长辈？大姐，发财了不说一声也就算了，连爸妈都瞒着，是怕我们沾你们光吗？就是，
一家人防成这样，外人知道了都要笑话。爸妈，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日子是我们自己过，钱也是我们自己安排。说得好，不就是发财了不想认亲戚吗？我看就是心虚，没钱的时候回来吃饭，有钱了就怕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外面那些谣言是你们两个散出去的吧？姐夫，你这话就没意思了。要不是你藏着掖着，别人会乱猜吗？程志说的对，你们要是光明正大，别人想传也传不起来。就是，你要大大方方帮家里一把，谁会说你？说到底，还不是你太小气。你们散谣言，逼得我们一天接几十个借钱电话，现在还怪我们？谁让你们有钱不说，一家人之间还防贼一样防着？大姐，你也别装委屈，爸妈把你养这么大，现在让你们帮点忙，你们推三阻四，像话吗？行了，陈青山，我最后问你一句，家里需要钱，你到底拿不拿？一家人有难，你就眼睁睁看着，一点都不帮？一家人？那我问问你们，我们困难的时候，你们帮过我们吗？朵朵交不起学费，婉晴低声下气回来借5000，你们说没钱，可转头二妹夫升职，三妹夫开分店，几十万说拿就拿，那能一样吗？程志升职是正事儿，耀祖开分店也是正事儿，朵朵上学又不是只有那一天。我在山上挑货，肩膀磨烂，腰疼下不了床，婉晴带着朵朵连菜钱都凑不齐的时候，你们谁问过一句？哼，说的好像全世界都欠你们一样。何小虎抢朵朵的画笔，踩坏她的东西，你们说小孩子打闹，现在你们觉得我有钱，就想起我们是一家人了？你有钱就有钱，别拿孩子那点事儿翻来覆去说，显得多小气。小虎才多大，你一个大男人记到现在，也不嫌丢人。陈青山，你这是翻旧账！不是翻旧账，是提醒你，亲情不是你们要钱的时候才有。好，好得很。以后你们有事儿也别进这个门。不进就不进，这个门我们也不是非进不可。哼，神气什么？我看他也就是有个100-200万，真当自己是千万富翁了。这点钱啊，我根本不稀罕。暴发户最怕别人知道底细，越藏越说明没多少。我看他就是怕露馅才装得这么硬气。老林，你们还在这坐着呢，出大事了！什么事儿？你们家那个大女婿婉晴她男人陈青山刚把振兴那家快倒闭的货运公司买下来了，听说出资500万。500万？500万？你是不是听错了？陈青山一个挑山工哪来的500万？我还听说景区最近采购了机器狗，他们那些挑山工全裁了。没错，而且如果真的买公司，也不可能点风声都没有。我还能骗你们？振兴那家货运公司老板亲口说的，合同都签了，钱也到账了，还有景区那批被裁掉的挑山工，现在全过去上班了。500万他不给我们买货运公司，是不是疯了？还有，他一个挑山工哪来这么多钱？那谁知道，反正肯定是在哪儿发了笔大财。没错，他发了财，第一时间就把钱藏好了，故意防着咱们。你还替他说话？谁替他说话了？我就是觉得他有钱先顾外人，不顾自己家，挺会算账。500万，他能拿出500万，手里少说也得有上千万。好啊，陈青山，好得很。我让他拿2万买代步车，他说没有。家里需要钱，他一分不出。转头500万给外人买公司，招一群挑山工，就是个白眼狼。要我说，他就是故意装穷，等着看咱们笑话。我姐也是，跟着他一起瞒我们。以后我没有这样的姐姐。总之，我绝对不能让他好过。青山，你说吧，要运什么货？我们力气大，搬水泥、扛钢材都行，只要有活干，我一天干15个小时都行，绝不喊累。机器能干的我们也能干，我们就是想有口饭吃。都把扁担先放下，不挑货，那我们干啥？时代在变，
以前咱们靠肩膀吃饭，可我现在想明白了，只靠力气，早晚还会被机器淘汰。所以这家公司不是把你们从山上叫下来继续卖命，我要让你们学技术。只有掌握了技术，以后到哪都能有饭吃。学技术，以后你们要学开货车，学操作叉车，学用传送带，学操控搬运设备，还要学简单维修。谁学得快，谁工资高。我们都18年纪了，还能学会吗？能。机器能替代力气，但替代不了肯学的人。你们以前能把货一步一步挑上山，现在也能把技术一点一点学到手。青山，你这是给我们留活路啊！不是我给你们留活路，是咱们自己给自己找新路。学，只要你肯教，我们就肯学。对，不能让机器狗把咱们一辈子都踩在脚下。第一批先学叉车和装卸安全，第二批跟老司机学路线和送货单，剩下的人跟维修师傅认设备。学，俺们学东一块。青山，你说的对。现在大家都学习起来了，眼下最要紧的是订单。你说你能帮我运货？你们青山货运才开多久？车、人、路线都准备好了，镇上到市区，一车比现在便宜2成。这么低的价，你还有利润吗？前期利润不重要，只要我的员工不失业，车不闲着，路跑起来，客户信任慢慢就有了。别人做生意先算自己赚多少，你倒先算员工有没有活干。他们以前都是挑山工，被机器顶下来后，差点连饭碗都没了。我开公司，不只是为了自己赚钱。行，这批砂石给你试运。谢谢，谢谢。开了分店，生意反倒还不如以前。何总，前2天不是还说接了几单改装吗？怎么今天连活都没了？少废话，干你的活去。老三，我刚听说陈青山的青山货运拿下了砂石场，现在忙得很。他一个挑山工，懂什么运输？还能真让他把钱赚明白了？他肯定没这个脑子，只是通过他可见运输这行赚钱。老三，你说你有现成的工人，我有人脉和客户，咱们不如合伙开运输公司。开货运公司可不是小买卖，万一赔了，赔？他都能赚，咱们怎么可能赔钱？你说的对，咱们啊就开货运公司，无论陈青山出什么价，咱们都比他少2成，先把他的订单抢走，谢谢他的锐气再说。青山，不好了，砂石场那边刚打电话要把订单取消。取消？谁撬走的？还能是谁？就你家那个老2、老3女婿，听说他们合伙开个成药运输，价格比咱们还低。哼，砂石场那么大的客户，说没就没了，咱们这些人怎么办？这才刚有活干，不能又没饭碗吧？我给砂石场的价格已经没有任何利润，如果他们更低，那就只能赔钱干。没关系，我已经有办法了。什么办法？冷链车，这玩意儿镇上可少见。这车贵吧？贵，但值得。可是青山，运输砂石也不需要这么高级的车子啊。我想过了，干运输不能一味的价格战，追求便宜，而是应该想着怎么把产品更好的送到客户手里。砂石、建材拼的是低价，可食品、生鲜药品拼的是温度、时间和安全。可镇上也没有多少需要冷链运输的呀。镇上没有，市里有。他们在镇上跟我打价格战，我就不跟他们挤一条路。这2天我去市里，找真正需要冷链的客户。青山，你真是太厉害了！路是走出来的。以前我们挑山，现在我们开车进城。镇上做普通运输的不少，但能想到提前布局冷链的不多。
食品讲究新鲜，运输环节出了问题，前面做的再好也白搭。像你这么有眼光的人不多。这样吧，我们先拿一条市区门店线路跟你合作看看。谢谢老板，您放心，我一定把这批货稳稳送到。丑话说前头，温度、时效、破损，哪一样出问题，我都不会给第二次机会。明白。第一次合作，我亲自盯车。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来看看你这个500万大老板，听说砂石厂的订单丢了，货运公司快经营不下去了。所以啊，做生意不是你一个挑山夫能玩的。500万啊，砸进去听个像，还不如当初拿出来帮衬家里。大姐夫，当初爸妈让你帮一把，你藏着掖着不肯拿，现在好了，钱砸进公司里打水漂，后悔了吧？说完了吗？我的公司怎么样？赔了赚了，不用你们管。姐夫，话别说太满，生意讲的是资源和眼光，光靠一腔热血没用。等你赔的裤衩都没的时候，可别又想着过来求我们。你看看程志和耀祖，人家一个有学历，一个自己开店，现在合伙开运输公司，砂石厂的大单说拿就拿，这才叫本事。大姐，你也劝劝姐夫吧，别到时候公司倒了，还要连累你和朵朵。说完了吗？说完就请回吧。婉晴，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们不也是过来关心你们？这是我家，你们不是来关心我们的，是来看笑话的。现在看完了，可以走了。大姐，我们好心提醒你，你还当成驴肝肺。等真赔光了，可别回来哭着求爸妈。陈青山，我就等着看你倒闭那天。哼！希望你撑得久一点。别生气，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青山，你什么意思？你很快就知道了。镇东头的工地今天也来跟咱们签了订单，陈青山手里的客户又被咱们抢走一个，想想就觉得痛快。再抢2家，他那几辆车就只能停在院里生锈，破产只怕不远喽。何总、顾总，这个月账算出来了，赚了多少？快说出来，让我们高兴高兴。没赚，还亏了。亏了？你是不是算错了？这个月货量比上个月多了1倍。货量是多了，可您为了抢客户，给的都是最低价。之前陈青山那个价格就不赚钱，咱们现在油费、司机工资、车辆折损、过路费加起来，咱们现在是运的越多，亏的越多。咱们现在是运的越多，亏的越多。不可能，一定是你算错了。光这1个月就亏了10万。再这么亏下去，老三，你别急，咱们现在是赔着赚钱，但也总比没生意强。等陈青山熬不住，没了竞争对手，价格一抬上去，前面亏的都能补回来。对，先把他熬垮，等他撑不住了，咱们再把价涨回去。何总、顾总，不好了！陈青山拿下了市里食品厂的大订单，听说用的是冷链车，以前就是长期合作。冷链车？他怎么会有冷链车？什么时候买的？不知道，就听说好几台，这车的价格可不便宜。看样子他根本没打算跟咱们在砂石厂耗，他已经去市里开新路了。这个陈青山真是奸诈，说不定他从一开始就是故意的，挖个坑让咱们跳。不行，不能让他好过。你去找那个食品厂，就说咱们的价格比陈青山低2成。何总，咱们还要继续低价抢客户吗？如果是冷链车，赔的只怕会更多啊。而且咱们现在手上也没有冷链车。你只管接单，赚不赚钱是老板的事儿。我有个办法，冷链成本高，那就不用冷链。食品厂运输的是食品，万一在路上温度高，货出问题怎么办？路又不远，几个小时能出什么问题？
可是别自己吓自己，客户只看价格，只要便宜，他们就会选我们。陈青山买2台冷链车就以为自己多了不起，咱们用普通车照样把他的客户抢过来。温度没断过，时间也准，货一点问题都没有。第一次合作，我不敢有半点马虎。陈总，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成耀运输也找过我们了，他们给的价格比你低2成，这么低的价格，我们厂里确实没法拒绝，所以这一批货运完，后面的合作只能先停一停。我理解，做厂子的也要算成本。陈总，你别误会，你们这次运的确实好，没关系，买卖不成情义在，以后要是有需要，您再找我就行。陈青山的大客户还是被咱们抢过来了。食品厂这单一拿下，外面那些人就知道成耀运输不比他青山运差。关键是咱们用普通车运，少了冷电车那一大笔成本，每趟都能多赚不少钱。照这个速度跑下去，不出1个月，前面亏的就能全赚回来。我就说陈青山那套就是瞎讲究，运输嘛，能送到就行。何总、顾总，出事了！又怎么了？之前运送的那批货物变质了，客户和食品厂的人已经找上门了，就在公司门口。人到门口了，到了，还开了辆货车过来，车厢里全是变质的货。这就是你们送的货，全臭了！幸亏我店里的人验货验得早，不然卖出去，我店里的招牌就砸了。你们给我解释解释，好好的东西为什么会变质？老板，这肯定是意外，路上堵车，天气又热，谁也没想到会这样。对，运输嘛，偶尔出点小问题，我们可以协商处理。小问题？我这一车货差点害我关门。何总，后面那批东西已经送过去了。普通货车？你们拿普通货车给我运食品？怪不得会变质。我厂里的货要求全程冷链，你们竟然为了省钱用普通货车糊弄我！老板，你听我解释。不用解释了，我现在就报警，再去市场监管那边投诉你们。别，老板有话好说，千万别报警。这事是我们疏忽，我们赔，我们一定赔。30万，货损、客户赔偿、品牌损失，1分不能少。今天不赔，我明天就去法院起诉。爸妈，我们的运输公司现在需要一笔钱周转，不多，30万。什么？30万？我们上次不是刚给过你们一大笔钱吗？程志，自从你们开了这个运输公司，家里天天往外拿钱，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经营出了问题？耀祖，汽修厂的钱你也抽走了，现在又来要钱，你们到底亏了多少？你们女人懂什么？做生意哪有不垫钱的？没错，不是亏，是垫资。我们刚拿下一个超级大客户，单子很大，前期邮费、司机工资、赔付保证金都得先垫上。什么客户要垫这么多钱？市里连锁食品门店1年的配送率，这个单子要是跑稳了，至少能赚100多万。100多万？爸妈，我和程志就是怕机会跑了才回来找你们。只要这笔钱周转开，等回款下来，我们双倍还你们。爸妈，你们别信，他们之前也说很快赚钱，结果越投越多。妈，棺材本不能动，这钱拿出去，万一回不来怎么办？可要是真能赚100多万，你们确定这单真能成？爸，我是什么学历，什么眼光，您还不信我？爸妈放心，这次要是赚不到钱，我何耀祖名字倒过来写。这是我和你妈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你们拿去周转，但记住，赚了钱先把本钱还回来。爸妈放心，这次一定让你们等着数钱。2位老板，今天怎么一起来了？陈总，我今天是来赔个不是的。之前我贪便宜，把后面的单子给了成耀运输，差点出大事儿。我也是想着价格低一点能省成本，结果后面才明白，运输这事儿太重要，不能只看便宜。货送不稳，坏的是厂里的招牌，真出了问题，省下来的那点运费根本不够赔。所以我想把食品厂的订单重新交给你，还有我。3年，这么长时间，2位不再考虑考虑？不用考虑了，我们看中的不是最低价，是你这个人靠谱。你之前丢了单也没来闹，没来骂，还说以后有需要再找你。做生意能做到这个份上，人品差不了。谢谢2位信任，只要订单交给我，我保证每一车都按规矩来。还有，我们认识不少厂子和门店，回头有运输需求的，我都介绍给你。
我那边建材圈子的老板也不少，我也帮你牵线。吉时到，青山货运公司开业典礼正式开始。前台，青山货运开业大礼！陈总，恭喜恭喜！青山货运越做越大了，以后我们厂的货还得靠你们。谁问我找哪家运输，我第一个推荐青山货运。谢谢各位捧场，货交给我们准时安全，这是底线。员工跟着我干，我也保证让大家有活干、有钱赚、有尊严。妈妈，爸爸好厉害。你爸爸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陈总，我们之前在成药运输干，想来您这边试试。成药那边不是还在招人吗？招是招，可工资老拖，上个月扣了油耗，这个月又扣迟到。明明是老板让我们用普通车拉食品，出了事还让司机背锅。我们不怕累，就怕干了活拿不到钱。会开车的去登记，会维修的跟设备组，会录单的跟调度。以前的事不追，来了青山货运就按规矩干。陈总，我们一定好好干。工资按月发，保险照买，但丑话说前头，偷懒偷货作假一律不要。明白。赵大山，青山，我来问问你这儿还招人吗？你不是还在景区当管理员？现在景区监控全覆盖，机器狗调度也联网了。上面说不需要那么多管理员，我这种只会吼人的被裁了。我以前还扣你钱，骂你是捡垃圾，还笑你没出息。今天厚着脸皮来，我自己都觉得臊得慌。你要是不收，我也认。就是想亲口跟你说一句，以前是我不是东西。留下吧。你真收我？我们这些普通人都是时代洪流里的一粒沙。机器狗来了，挑山工没活，监控多了，管理员也能没饭碗。大家都不容易，能拉一把就拉一把。青山，你这是以德报怨啊！我赵大山以前那么混账，你还肯给我饭吃？不是白给饭吃，你熟景区熟山路，也熟商铺老板。青山货运缺人跑景区线，你要是愿意，就从业务员干起。愿意，我肯定好好干。我跟景区那些商铺老板都熟，好几个景区位置偏，运货价格高，还经常没人愿意跑。我去谈，一家一家谈。谈可以，但记住，靠服务不靠吼。明白。以后我跟着你，好好做人，好好干活。何总、顾总，我们几个今天来把话说清楚。不干了。刘强，你这是干什么？你也要反了？不是反了，是干不下去了。工资拖了半个月，油费让司机先垫，食品变质那次明明是你们让普通车拉冷链，最后还要扣我们的钱。我们是来上班的，不是来替你们背锅的。说到底，还是陈青山在背后挖人吧？没人挖我们，青山货运工资按时发，保险也买，出了事老板先保人。谁不想去那边干？好啊，我倒要看看陈青山凭什么收我的人。陈青山，你什么意思？挖我的人挖到我眼皮子底下了？人是自己来的，不是我挖的。你明知道他们是成药的人还收，这就是你的规矩。我的规矩很简单，愿意踏实干活的我收，拖欠工资让员工垫钱，出了事让司机背锅的我不学。陈总说的没错，你们工资拖着不发，赔偿还让我们摊，谁还敢留下？我们出来打工不是来受气的。自己把人心做散了，还怪别人收着。行，陈青山，你愿意当好人就当，我倒要看看你收这么多人，又没有那么多订单，拿什么养他们？人多车多工资多，订单跟不上，资金链断得更快。你现在撑得住，不代表一直撑得住。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架，那也是我的事儿。至少在我这儿，员工干一天活就拿一天钱。咱们走着瞧。这个月新增了这么多员工，又买了2辆冷电车，还添了维修设备，账上能动的钱已经不多了。我明天再去跑客户。青山，要不先缓一缓？别的都能缓，工资不能缓。只要人在公司干一天，工资就必须按时发。都是千万富翁了，结果每天还吃这些，这挺好。以前吃咸菜是没得选，现在吃是心里踏实。你不觉得委屈？不委屈，我现在精神满足，因为我做的事儿比吃任何山珍海味都有意义。
青山哥，我昨晚跑了2个景区，这2位老板愿意把山下到山顶的应急捕获线交给咱们试试。赵大山说你们车队稳，工人也收山路，我们先试一批。陈总，这是我以前认识的粮油批发老板，他一直催稳定送货车，我把咱们公司的情况跟他说了。听说你们工资按时发，司机稳定，我就来看看。货运这行，司机稳定比啥都强。谢谢大家。谢啥？你给大伙饭碗，大伙也得给公司找路。只要大家一起努力，青山货运一定能越做越好。程志、耀祖，之前借给你们的30万，说好1个月周转，现在时间到了，钱该还了吧？那可是我和你爸最后的养老钱，你们当初拍着胸口说连本带利还给我们。妈，公司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哪有钱还？爸妈，做生意周转有快有慢，你们总得给我们一点时间。还有多久？家里现在连看病买药的钱都紧，你们不能一句没钱就算了。耀祖、程志，妈不是逼你们，可这钱真不能拖了。爸妈，话别说的这么难听，钱是你们自己拿出来的，又不是我们抢的，给子女的钱还天天想着要回去，是不是太小气了？耀祖，那是借，不是给呀。妈，你们现在逼我们，只会让公司更难。公司要是真倒了，你们1分钱都拿不到。你们这是翻脸不认账！行了，我们还要谈事儿，你们先回去，别在这添乱。耀祖，这些年我和你爸拿你当亲儿子，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出去！青山哥，成了！云岭景区签下来了，真签了，签了！云岭景区位置偏，但人流大，需求旺，山下捕获民宿食材、游客中心物资每天都得送，给的价格也高，每跑一车都能赚不少钱。太好了，咱们又有活干了！以前我在景区混日子，哪想到有一天还能把景区的单子谈回来。青山哥，咱这回真没给你丢人，干得好！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婉晴，联系镇上那家馆子，今晚包下来，所有人吃顿好的。陈总万岁！行，我现在就定。青山哥，这杯酒我必须敬你。赵哥，坐下说。我以前不是东西，仗着自己是管理员，扣你工资，骂你捡垃圾，还看不起你。后来我失业了，连饭碗都没了，是你不计前嫌收留我。你不光给我一口饭吃，还让我重新做人。今天云林景区的单子能签下来，我赵大山心里就一个念头，这辈子我死心塌地跟着你干。我们也跟着陈总干，青山货运一定越来越好。不是跟着我，是咱们一起干。只要大家一条心，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好，一起干！食品厂那边的赔偿30万勉强结清，司机工资拖着，车辆租金也到期了，再加上客户流失，最多半个月，程耀就撑不住了。妈的，咱们花了这么多钱，抢了这么多单，结果陈青山那边反倒越做越大，咱们这边快倒了。问题不在抢单，在名声。食品变质的事一传开，客户宁愿多花钱找青山货运，也不敢再找咱们。凭什么？他陈青山以前就是个挑山工，见了我连头都抬不起来，现在凭什么骑到我头上？既然正面斗不过，那就别正面斗。你什么意思？客户现在信他，不就是信他的车队稳、司机稳、货能准时到吗？如果他的车队出了大事呢？如果客户的货毁了，司机还受了伤呢？你想动他的车？不用闹大，只要让他一批急货送不到，客户索赔，外面再传一传，说青山货运管理混乱，安全不过关，他的口碑一兜，订单自然会回来。这招够狠，咱们都快被他逼死了，还讲什么心软？只要青山货运出一次大事，他的客户、口碑、公司全都得完。好，要倒，大家一起倒。陈青山想风光，我偏要让他摔个粉碎。青山，来这儿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就随便逛逛吗？结婚的时候我什么都没给你，没有金戒指，没有婚礼，没有新房，连一桌像样的酒席都没有。
你跟着我这些年吃苦受气，还要在娘家人面前替我低头。今天，我想先补一点。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补什么？现在公司正用钱，员工工资、车队周转，哪一样不要钱？公司要顾，你也要顾。欠员工的工资不能拖，欠你的委屈，也不能一直装作没看见。先生，您太太手型好，戴素圈大气，戴手镯也显气质。戒指、手镯、项链，都拿几款适合她的出来。青山，买一个戒指就够了，真不用这么多。以前我没本事，让你什么都省，现在我有能力了，不想让你再把所有委屈都往肚子里咽。戒指、手镯、项链都要了。你们陈总在吗？我有个长期客户资源想跟他谈，麻烦带我们去会客室等一下。陈总不在，您二位先去会客室坐，我帮您问问。请坐。跑了一路渴死了，麻烦倒2杯水，再看看陈总什么时候回来。好，您稍等。人走了，快点！你确定是那辆？这事儿真闹大，可不是小麻烦。怕什么？该死！快点，别被人看见。马上了，马上了。青山，难得出来一趟，要不再给朵朵买个书包？买。什么？赵大山出事故了？在哪儿？人伤得重不重？出什么事儿了？赵哥出车出了事故，车撞在山路护栏上，我得马上过去。我跟你一起去。现场乱，你先回去陪朵朵，我处理完给你电话。陈总，赵哥人还清醒，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赵哥，伤到哪儿了？青山，我没事儿，就是蹭破点皮，可这批货肯定赶不上了，客户那边要赔不少钱。陈总，刚才太险了，要不是赵哥往护栏上蹭，车可能就冲下去了。货的事我处理，赔钱也我去赔，重要的是人没事。我以前那么对你，现在出了事，你第一句还问我人有没有事。你是我的员工，也是我的兄弟，货再贵也没人命贵。青山，这车不对，今天出车的时候我就觉得刹车脚感怪怪的，刚才下坡一踩，突然软的不正常。不是普通失灵，刹车压力不对。不是故障，是有人动过手脚。谁这么狠？这是要害命啊！先去医院，车和零件都别动，拍照留证。你们2个留下守现场，谁也别碰车。明白，陈总，我马上把周围拍下来。今天有没有外人来过？有，顾承志和何耀祖来过，说找您谈客户，还把我支去倒水。我好像看见停车区有个戴帽子的人，但一转眼就不见了。监控呢？停车区那边还没来得及装监控，也就是说，我们明知道可能是他们，却没证据。不一定是坏事，他们也算帮了我一个忙。公司这段时间发展太快，我只顾着接客户、招人、买车，忽略了细节。安保、检查、保险，这些都是漏洞。从今天开始，停车区、仓库、办公室门口全部装监控，每辆车出车前，司机和维修师傅双人检查，刹车、轮胎转向一项一项签字。还有，公司给每一个员工买健康险和意外险，司机搬运、调度、维修，一个都不能少。陈总，所有人都买，这得花不少钱。钱该花的地方不能省。今天赵哥运气好，只是擦伤，下次呢，我不能拿你们的命赌。赵大山就擦破点皮，陈青山那边也没乱，货赔点钱就完了，人没事儿，公司也没垮。
你说他运气怎么就这么好？我本来以为这一下至少能让他赔得焦头烂额，员工也会怕，结果倒好。听说他还借这个机会给公司装摄像头、买保险，员工一个个更服他了。我也听说了，停车区、仓库、办公室门口全都要装监控，以后再想进去动手没那么容易。难道咱们就这么看着他越做越大？急什么？他公司防得住，外面防不住，车防得住，人防不住，机会总会有。这时候打电话，肯定又是要钱要人。别管他，接了也是麻烦。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程志怎么还不接？他以前一听说有钱拿，电话响一声就接了呀。要走也不接，我都打10几个了。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了，他把手机关了。以前他们拿钱的时候，一口一个爸妈，说以后给我们养老，现在真出事了，人都找不到。我们怎么就看走眼了？我们把青山骂了那么多年，反倒把这2个白眼狼当宝贝供着。我这一辈子好面子，好攀比，到头来害了自己，也害了女儿。老头子，你怎么了？你别吓我！老头子，来人啊！爸妈，我们回来了。快叫救护车！姐，你快叫救护车！爸，你撑住，你别吓我们。哎，你爹是被何耀祖和顾承志那2个混账东西气成这样的，他们拿走了钱，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你们现在就给他们打，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人叫过来。妈，都这时候了，先救爸！救护车要叫，人也要叫。他们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辈子。你爸要是真有个3长2短，我要他们亲眼看着。现在就去找人，就算把他们公司翻过来，我也要把他们叫来。爸现在怎么样？我们公司那边真忙，刚看到消息啊，不是说已经送医院了吗？人没事吧？你现在才问有没有事？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你自己看不到吗？何耀祖，我妈给你打到手都抖了，你直接关机，你还是人吗？你们2个终于肯出现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爸妈，不是我们不接电话，公司那边实在太忙了，手机一直没顾上看。对呀，我们又不是故意躲着，这不是一知道消息就赶过来了吗？来了就好，你爸还等着检查。家属在吗？费用还没交，后面的检查和用药都得先缴费。你们来了正好，医药费先交一下。爸，我现在真没钱，公司也一堆窟窿等着补。我这边也周转不开，真拿不出来。你们借走我们最后的积蓄，现在你爸住院，你们1分钱都不出。妈，你别一出事就找我们也难，不是开银行的。那你们之前拿钱的时候怎么不说难？行了，吵也没用，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报应啊！是我们看错了人。家属，费用再不交，病房这边也没法继续站着，后续检查都得停。可人还躺着呢，你们不能把人赶出去啊！医院也有规定，我只能通知你们尽快处理，不然我们就只能赶人。我给大姐打电话，我们以前那样对她，她还能来吗？不打，爸怎么办？事到如今，咱们唯一能求的只有大姐。爸妈怎么样？姐，爸刚醒，医生说还要做检查。家属，费用再不交，后面的检查和用药都得暂停。多少钱？我来交。去缴费窗口或手机都可以。已经交了，该检查检查，该治疗治疗，别耽误。姐夫，人要紧，别的以后再说。青山，是妈对不住你，以前我们那样对你，真遇到事儿，反倒是你二话不说来了。以前我骂你没出息，骂你配不上婉晴，是我瞎了眼。
我们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婉晴。爸妈，过去的都过去了，你们永远是婉晴的父母，只要她还认你们，我就不会不管。顾承志和何耀祖呢？爸妈住院，他们怎么不在？别提了，人是我亲自去找才来的，可护士一催缴费，爸一让他们交钱，他们立刻就变脸了。爸这次会气成这样，就是被他们两个气的。为了他们所谓的货运公司，爸妈连压箱底的棺材本30万都拿出来了，可结果你们就这么由着他们，怎么不管管？怎么管？成日在家摔东西喝酒，谁劝他就骂谁，他还说他落到今天都是姐夫害的。耀祖也一样，整天不着家，厂里欠了一堆账，回来就冲我发火。我们现在连说句话都要看他们脸色。姐，我们以前也跟着他们一起瞧不起你们，是我们错了。借了老人最后的积蓄，出了事还躲，还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去找他们。你来干什么？我来问你，爸妈的钱什么时候还？爸现在住院，你们为什么不管？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现在这样，不都是你害的？要不是你处处压我们能这么难？你现在装什么好人？你们借老人钱的时候，怎么不说难？他们病倒的时候，你们怎么连医药费都不交？那是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少掺和！你有钱，你愿意当孝子，你去当，别跑到我们面前摆谱。我本来还想给你们留点脸，现在看来没什么好说的。我奉劝你们好自为之，人可以穷，但不能没良心。青山哥，好消息！省里面有家全国连锁的大公司正在公开招货运合作商。全国连锁？对，省内10几个仓储点，每天都有固定货量。如果能拿下，至少能顶咱们现在业务量的50%以上。这种体量的公司要求肯定不低，车队人员、资质、服务记录，样样都要查。陈总，对方这么大的盘子，咱们这小公司能吃得下来吗？省里面有名的货运公司比比皆是，牌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单一单跑出来的。机会摆在眼前，不是，永远轮不到我们。青山哥说的对，咱们车不算最多，但服务和口碑不差。上次事故之后，公司流程也补齐了，这正是证明自己的机会。大山，这次你负责把资料整理出来，车队情况、司机档案、保险、安全检查记录，一样都不能漏。青山哥放心，我一定拼尽全力，只要对方肯给咱们一个竞标机会，我就算磨破嘴也要把这家公司拿下来。我来配合你们做财务和合同材料。好，这一仗要是打赢，青山货运就不只是本地公司了。刚才有人告诉我，陈青山要去竞标省里那家全国连锁公司，胃口倒是不小。真让他拿下，以后咱们连追都追不上。要不咱们也去竞标？拿什么竞？车队规模、资质、口碑，哪一样拼得过他？去了也是给人垫底。那就眼睁睁看着他往上爬。他这次要带车队去省里，公司里有监控，停车场有人查，可出了事上了路，就不是他的地盘了。对呀，路上可没有他公司那些摄像头，也没人盯着每一步。竞标之前最怕出事，只要他的车队在路上出点问题，那家公司还敢把业务交给他？这是动手的好时候。这次不能像上次一样留下尾巴，要做就让他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赵哥，明天上午应该就能到省里了。天黑了，再赶路不安全，所有人原地休息，明天天亮再出发。真停了。我就说长途车队不可能一路不停，公司里有监控，路上可没有。等他们睡熟，咱们就动手。只要明天他们赶不到省里，竞标就黄了。这次不能心软，陈青山不倒，倒的就是我们。
让他们跑了！放开！你们凭什么抓我？我们什么都没干！陈青山，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应该在公司吗？上次赵哥出事之后，我就知道有人盯上了我的车，公司装了监控，你们不敢动，我就猜到这次去省城竞标，路上也许才是你们真正想下手的地方。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让赵哥照常带队出发，也让员工们提前跟车埋伏，等的就是人赃并获。你少血口喷人，我们就是路过，这里又没摄像头，你凭什么说我们要动手？谁说没有摄像头？每辆车的关键部位，青山哥早就让人装了隐蔽摄像头，你们刚才的一举一动全拍下来了。录到又怎么样？我们没破坏东西。你们带着工具半夜埋伏，靠近车队准备动手已经够了，剩下的交给执法队查。现场工具、录像、证人都在吗？都在，车载录像和隐蔽摄像头画面已经备份，先带回去调查。青山，都是误会，我们就是一时糊涂，没真想害人。姐夫，看在一家人的份上，你帮我们说句话，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家人？你们动老人钱的时候想过一家人吗？爸住院，你们转身就走的时候想过一家人吗？车一旦在路上出事，伤的不是一辆车，是司机的命，是路上无辜人的命。你们不是一时糊涂，是一次又一次的害人。姐夫，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这话去跟执法队说。放开！陈青山，你不能这么对我！姐夫，姐夫！青山哥，要不是你提前防着，今晚真让他们得手，后果不敢想。咱们这3辆车要是上了高速，出事儿的就不只是咱们自己人。他们已经不是眼红生意那么简单了，是拿人命当筹码。陈总，那咱们还去省里吗？出了这种事儿，要不先回去吧？去，竞标不能耽误，但安全也不能赌。所有车先重新检查一遍，刹车、轮胎、油路、灯光全都查，确认没问题再走。我带人查，一辆一辆过，谁也别偷懒。赵哥，这辆没问题，第2辆也正常，3辆都查完了，没被碰到。今晚这口气，咱们不在路边撒，去竞标会上争回来。越有人不想让我们去，我们越要把这单拿下。青山哥，你放心，明天我就是拼了命，也把青山货运的招牌亮出来。证据确凿，你们半夜跟踪货车，埋伏在路边，又带着工具靠近车辆关键部位，还有什么要解释的？我们没真动手，我就是想吓吓他，让他竞标不成，没想害人。你们针对的是货运车辆，车一旦在路上出事，司机、同车人员、路上其他车辆都可能受伤甚至丧命。你现在说只是吓吓人，这是你们蹲在车旁的画面，你们不是路过，是有预谋的接近车辆。都是一时冲动，一时冲动会提前跟踪车队，会等司机休息，会带工具靠近货车，是不是冲动？法律会判断。那我们会怎么样？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你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如实交代。听说了吧？顾承志和何耀祖都被抓了，可不是吗？听说想在路上对陈青山的车队动手，结果被当场抓了个人赃并获。这心也太黑了！货车要真出事儿，那可不是赔点钱，是要出人命的。以前他们家可没少夸那2个女婿，说一个有本事，一个会赚钱，整天看不起陈青山挑垃圾。现在呢，真正靠得住的，反倒是他们最瞧不上的那个。别这么说，我们也不知他们会变成这样啊！不知道你们以前偏心偏成什么样，镇上谁不知道？青山被你们骂了多少年？现在出事了，知道后悔了，晚了。正好你们回来了，顾志成欠我的3万，什么时候还？何耀祖也欠我2万修车款，人进去了，钱不能也没了吧？钱是顾承志借的，我真的不知道他还欠你们钱。耀祖欠的修车款我也不知道，他从来不让我管账。你们不知道，
他们是你们的丈夫，平时花钱的时候没见你们说不知道。我们现在找不到顾承志，只能来找家里人。你们总不能一句不知道就把我们打发了吧？我们真没钱了，家里的钱都被他们借走了。老头子刚出院，我们连药费都快拿不出来。我们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钱，他们躲了，你们家总得给个说法。别动手！我爸才刚刚出院。住手！住手！爸妈。他们欠你们多少钱？把欠条拿出来，你替他们还。欠钱的是顾承志和何耀祖，不是2个刚出院的老人，也不是2个孩子。你们要账可以，围着老人孩子撒气，算什么本事？欠条我看合理的，我先垫上。以后该追谁的责任，走正规途径追。这个家还没死光，还有我在。那钱收到了，我们也不是故意为难老人。钱拿了，就别再堵门，谁再来吓老人孩子，我不会客气。青山，爸，对不起你，这些年我瞎了眼，把白眼狼当亲儿子，把你当外人。你当挑山工的时候，我看不起你，你发了财，我不替你高兴，还只想着跟你要钱。今天要不是你，我们这张老脸就真被人踩在地上了。青山，妈也对不起你。以前我处处拿你跟他们比，嫌你没出息，骂你拖累晚清，到头来真救我们的还是你。青山，我不求你原谅我们，只求你给爸一个改的机会。爸妈，过去的事我没忘，但也不会拿过去压抑以后的日子。你们年纪大了，先把身体养好，以后这个家该我管的，我不会躲。姐夫，你们带我们来公司干什么？我们知道你们现在难，家里欠的钱要慢慢还，孩子也要养，日子不能一直这么悬着。公司现在正缺人，婉秋细心，账目和数字记得清楚，可以先跟着婉晴做出纳。婉月会照顾人，也耐心，就先做后勤，客户接待、文件整理、采购安排都能慢慢学。姐夫，你真让我们来上班？工资不算高，但稳定，只要肯学肯干，至少能让你们和孩子有口饭吃，不用再看别人脸色。姐夫，我们以前那样对你们，你还愿意信我们？一家人走错了能改就行，而且公司用人也要用信得过的人。你们是我妹妹，我愿意再信一次。但话说在前头，进了公司就是员工，做得好靠本事留下，做不好该批评一样批评。我一定好好学，账目一分一厘都不会乱。我也会好好干，不是为了白拿你们的情，是为了把日子重新撑起来。能这么想，这份工作就没白给。下班了都别走，姐给你们包饺子。爸妈刚出院，先吃点清淡的，饺子我少放油了。婉晴，妈以前糊涂，没想到还有一天能坐在你家吃这顿饭。妈，今天不说那些，吃饭。哥哥，给你吃，这个最好吃。谢谢你。以后你来我家玩，我的玩具分你一半，但是不能抢，抢的话我就不跟你好了。不抢了，我再也不抢了。以前是我没教好他，以后慢慢来，孩子还小，能改。这一桌饭是咱们这个家重新开始的饭，那就多吃点，明天还得好好过日子。
青山哥拿下了。哪家公司？就是省里那家全国连锁大公司，30多家货运公司一起竞标，咱们不是最低价，可综合评分第一。真拿下了！白纸黑字，3年合作期，省内16个城市的运输业务全给咱们做。秀峰，这单要是稳定下来，公司3年的利润都有保证了。青山，咱们真的熬出来了。不是我一个人熬出来的，是大家一起拼出来的。青山哥，接下来你一句话，我带人把这单干漂亮，绝不给你丢脸。不是给我干，是给青山货运干，给每个跟着咱们吃饭的人干。探视时间有限，有话尽快说。晚秋，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就是一时糊涂，才会跟何耀祖一起去对陈青山的车动手脚。婉月，你帮我跟姐夫求求情行不行？我不想坐牢，小虎还小，他不能没有爸呀。你动手的时候，想过车上的司机也有孩子吗？想过如果刹车出事会害死多少人吗？判决已经下来了，你们因为故意破坏运营车辆，危害公共安全，被判刑，是你们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晚秋，我是你丈夫啊，你不能不管我。我能做的就是照顾好孩子，照顾好爸妈。你在里面好好悔过，别再怨别人了。耀祖，以前我什么都听你的，才害得自己和孩子跟着受苦。以后我不会再替你求情，也不会再替你背你的错。婉月，时间到了。好好改造吧，出来以后，如果你们还知道做人，再说以后。恭喜！真没想到，当年的挑山夫陈青山，现在把青山货运做成集团了。可不是嘛！听说现在青山货运是全国最大的连锁货运公司，车队都铺到外上去了。以前镇上谁看得起？现在人家开业，省里市里的老板都来道贺。陈总，恭喜青山集团开业，以后咱们就是集团员工了。青山哥，现在盘子这么大，镇上、市里、省城还有外省车队全搅在一起管，迟早要乱。你有什么想法？最好的办法是切成2条线，一条管业务，一条管车队运营。业务那边你和嫂子盯着，车队运营这条线必须有个负责人压住。我物色了几个，有的干过大型物流，有的管过上百辆车，经验都够。你看看，好像少了一个人。少谁？你，集团副总的位置你来做，专门管全国车队运营。不行，青山哥，我就是个跑车队的粗人，哪能当集团副总？省里那家大公司的单子是你带队拿下的，全国车队也是你一点点带起来，你不做谁做？就是，我们支持你。赵哥，青山说的对，你最懂司机，也最懂这行的苦，别人未必压得住。赵经理，大家都服你。赵总，你就别推了。那就一起把青山集团做稳。陈总，还认得我吗？陈总，还认得我吗？景区的刘老板，今天来是有事儿。陈总，我知道我以前做事不厚道，可这次实在没办法了。景区现在有一批运输需求，别家都说山路难走，成本太高，没人愿意接，我只能来你这儿碰碰运气。运输需求，当初不是采购了那么多机器狗吗？还说以后不用挑山工了。是啊，当初把人裁了的时候多痛快，现在想起找人了。机器狗不是先进吗？不是省钱吗？别提了，那些机器狗刚开始是能跑，可山路潮，石阶陡，隔3差5就坏，用了半年，基本全报废了，维系费比买新的还贵，
景区现在根本修不起，也没钱重新采购，想重新雇挑山工，可这活又苦又累，钱还给不了太高，没人愿意干。山顶商铺断供，游客投诉，景区快撑不住了。早干嘛去了？当初我们一个个被你们逼走，你们怎么没想过今天？我知道错了，陈总、赵总，我今天不是来摆架子的，是来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青山哥，他当初可没少看不起咱们。骂他解决不了问题，我记得，但山上的商户、游客，还有那些靠景区吃饭的人，没必要一起跟着遭殃。我可以过去看看，但先说清楚，我不是回去给你收拾烂摊子，是去看有没有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好，只要你肯去，怎么都行。你们几个跟我一起。再不上货，我们这摊子真开不下去了。游客上来连喝的水都没有，天天投诉。这玩意儿在平路上跑跑还行，上这种山路迟早趴过。当初为了省人工，把挑山工全换了，现在机器坏了，人也没了。陈总，你看还能不能先安排人挑几趟？只要把山顶商铺撑过去就行。无论你出多少钱，我都答应。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找人帮你运一趟可以。之后呢，就算再雇挑山工，只是治标不治本。机器狗也一样，坏了修，修了再坏，最后钱花了，问题还在。那你的意思是？修路。这边地势平缓，只要把路修出来，小型货车就能上山。以后山顶商铺补货不用靠人扛，也不用靠机器硬爬，路一通，货能上去，人也能上去。不爱爬山的老人小孩也能坐车到半山观景台。对，山里的居民以后出门办事不用再翻几道坡，孩子上学、老人医病也能少遭很多罪。运输解决了，游客量也能上了，商户有生意，景区有收入，景区有收入，周边村民还能跟着做配套。这要是真修成了，可不只是景区方便，是整座山的人都受益。可是修路要花不少钱。比你反复采购机器、维修报废设备便宜得多，也长久得多。时代往前走，谁也挡不住。机器能替人省力，这是好事。可人不是没价值，机器能搬货，但没人规划路，没人照顾山上的商户，没人替游客想办法，景区一样转不起来。真正该做的，不是把人一脚踢开，也不是把所有希望都压在机器上，而是让机器、道路和人一起发挥作用。让挑山工不用再拿命换钱，让游客上山更方便，让这座山能养活更多人，这才是长久的善事。陈总，我以前真是目光短浅，错了就改。路要修，临时运输我也可以帮你调车和人手，但工钱按市场价结，不能再亏待干活的人。一定按市场价。赵哥，回去做方案，先保临时供货，再评估修路成本。明白。这条荒路多少年没人管了，真能修成？以前景区说了多少回修路，最后都没影。这次不一样，青山集团牵头，我也把景区能拿出来的钱全拿出来。这条路不求修得多宽，先保证小货车能安全上山，排水沟、防护栏、错车点一个都不能省。青山哥，施工队说最快1个月能通车，但这边有段坡要加固，钱要多花不少，能不能先省一点，以后有钱再补？修路最怕省这点，今天省了扶坡，明天下雨塌方，车掉下去，谁负责？以前你们省的是挑山工的工钱，结果机器坏了，人也没了。现在修路再省安全钱，迟早还要吃亏。陈总这话在理，路要修就修踏实。这条路不是只给景区运货的，也是给山里人走的。孩子上学，老人医病，农货下山都靠它，不能糊弄。陈总，路修好了，真能让我们村的车也走，不会只给景区用吧？这条路从一开始就不是只给景区修的，景区出钱，青山公司出方案，村里出力，以后谁都能走。那我们山上的菜、笋干、土鸡蛋也能直接拉下山？能，到时候青山集团的车可以统一收货，帮你们运到镇上市里，价格也不用再被中间贩子压。陈总，我以前只想着景区门票，
从没想过这些。靠山吃饭，不是把山吃空，让山里人也跟着有活路，这条路才算修直了。说的有道理，我们也去帮忙修路。走，我们也去帮忙。陈总，你别干了，这活我们来。你要是磕着了碰着，我们谁担得起？以前我挑货上山比这个重，现在是给大家修路，我不能光站着看。青山哥都干了，咱们谁也别多懒儿。今天多填一车土，明天山里人就少走一段烂路。走，我们也去。对，我们也出一份力。我家娃和天天走山路上学，冬天下雪一摔就是一身泥，我没钱投，这把力气我得出。我家老人腿不好，以前去镇上看病，半夜得2个人抬着走，路修通了，以后真能救命。陈总，你现在这么大老板，还真下得去手。手上有泥不丢人，心里没别人才丢人。我以前在这山上挑过货，也被人看不起过。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有一天我有能力了，不能再让别人靠命去换那点辛苦钱。谢谢陈总，差点摔了。这段不能改，明天先停挖。湖泊没做好之前，谁也不许往前推。可这样工期又要拖，天气预报说后面还有雨，再拖游客旺季就赶不上了。工期重要还是命重要？刚才人要真掉下去，你拿什么赔？当年挑山工就是被赶工期压成本逼出来的苦。现在我们修条路是为了让人少受罪，不是换一种办法害人。陈总，你这么说，我们干活心里踏实。以前最怕老板催进度，不管死活，路晚几天修好没关系，人不能出事儿。我要的不是快，是长久。路修好了，能用10年、20年才是真的快。今天所有人撤到安全区，明天先加固湖泊，安全员不到位，不开工。陈总，这次我听你的，路要修，良心也不能丢。慢点儿，前面有个弯，稳住，别急。上来了，真的上来了！以后不用断货了，再也不用半夜等人背货上山了。走，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坐车下山上学了？下雨天也不用踩泥路了吗？能，娃，以后不用天不亮就往山下赶了，也不用一双鞋穿半个月就烂底儿了。陈总，我欠这座山的，今天才算开始还。路通了只是开始，后面要订班车、设垃圾点、安排安全员，不能热闹几天就又乱了。青山哥，山顶商铺的补货计划我排好了，早晚2趟，小车上山，大车在山下中转，司机名单、检查稿也都做好了。好，游客通行也要分时段，不能和货车抢路。路修出来是方便人的，不是给危险添机会。以后每天早晚2趟，送孩子下山上学，老人看病也能提前登记，村里报上来，我这边安排接送。我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看见车开到村口，以前想下趟山，得先看看自己这腿争不争气。以前我媳妇儿生病，半夜抬下山，路上摔了2回，她疼得直哭，我也只能咬牙往前走。以后再遇上急事儿，能救命啊！我以前只看见景区账本上那点数字，没看到山里人过得这么难。所以修路不是做面子，是补以前欠下的账。景区赚的是这座山的钱，就不能只让山里人吃苦。青山哥，村民说想立块碑写你的名字，说没有你这条路修不成。不用，真要立就写大家一起修的路。钱是大家凑的，力是大家出的，路也是大家以后要走的。陈总，你不让写名字，我们心里也记着。慢点，慢点，都有座，小心点，别摔着。爷爷，我坐车去上学啦！以前爬到半山就累得不行，现在老人孩子也能上去看风景了。山顶商铺东西也全，
方便多了。这几天营业额比以前旺季还好，货能上来，生意就活了。陈总，游客量涨了30%，山顶投诉降了1大半。这就叫路通财通。青山，你当初没只想着接运输单是对的。运输只是把货送到，路修好了，才能把人心也送到。刘老板，景区垃圾还是没人系统处理，道路上的还能让清洁工扫，可掉进山沟里的太危险，爬下去捡，摔一下可不是小事儿。钱给少了没人干，给多了景区又撑不住。我今天能站在这儿，是这座山给的。青山，如果不是当初捡垃圾，我不会有第一桶金，也不会有今天。别人看垃圾是脏东西，可对我来说，它救过我一家。大自然给了我机会，我不能只从他身上拿东西，现在也该还回去了。陈总，你在胡言乱语说些什么？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你不需要听懂，我自己明白就行。你想开环保公司？专门做垃圾清运、分类回收，还有山地环境维护。是因为今天在景区看见那些垃圾？不只是今天，别人不知道，可你知道，我第一笔钱是怎么来的？要不是当初那些垃圾变成金子，我不会有今天，咱们家也不会走到现在。所以你不是一时冲动，你是心里过不去。大自然给过我机会，现在山脏了，我不能只想着赚钱，装作没看见。那就做。你不担心前期要投设备招人做分类回本慢，还可能被人笑话，我怕拖累公司。我担心账，但我不担心你。青山，你一路走到今天，不就是因为你知道什么事儿该做吗？爸爸，你要保护大山吗？对，爸爸想让山变干净。那我支持爸爸。我也支持，钱可以慢慢赚，良心不能慢慢丢。明天去公司说吧，我陪你。我准备成立一家环保公司，专门做垃圾清运、分类回收和山地环境维护。陈总，咱们现在货运公司蒸蒸日上，业务都排到省外了，为什么突然要去做垃圾清运？是啊，那玩意儿又脏又累，听着也不赚钱。青山哥，货运赚钱我懂，可环保这行前期投设备、招人、建点位，回本太慢了吧？从账面看，山沟清理、公益维护这些项目，短期确实很难盈利。姐夫，我不是不信你，我只是怕公司刚做大，又背上太重的担子。你们担心钱，我理解，但青山不是冲动，他的钱是怎么来的，我最清楚。别人看垃圾是脏东西，可那些垃圾救过我们一家。现在公司赚到钱了，如果只想着继续赚更多，却连自己起家的这片山都不管，那才是真的忘本。一个瓶子不值钱，1万个、10万个呢？纸箱、金属、厨余分开以后都是资源。现在没人认真做，是因为这个行业散乱脏。可越是这样，前景越大。货运公司发展到今天，钱我们已经赚到了，以后当然还要赚钱，但不能只想着赚钱。环保这件事有生意也有公益，赚钱是本事，赚到钱以后做更有意义的事儿才是担当。青山哥，我刚才想窄了，你要做，我第一个跟。我负责账目，把每一笔钱都算清楚。我也帮忙，后勤人员安排我来盯。陈总，我支持。我报名去前期试点。好，那就从景区开始，把这件事儿干出个样子来。爸妈，你们怎么来了？青山，这钱你拿着。这是干什么？这是我们这段时间一点点攒的，也是之前欠你的。听晚秋、晚月说，你最近又新开了环保公司，正是缺钱的时候。不用，公司有钱，你们留着自己花。你以前帮我们还债，给我们治病，我们嘴上说还，心里也一直欠着。现在你做的是好事儿，我们没本事帮别的，就这点钱，你一定收下。以前是我们糊涂，总偏心别人，现在才知道，真把这个家扛起来的人是你。青山，收下吧，
这是爸妈的心意。好，我收下。但这不是借给公司的钱，是你们一起投进青山环保的第一份心意。以后这家公司做成了，也有你们一份功劳。青山哥，出发吧，大家都等着呢。别怕，今天我先教大家：塑料瓶压扁，纸箱拆开，金属单独放，这些不是废物，分好了就能卖钱。陈总，真能卖钱？能，以后回收收益，公司拿一部分做运营，剩下拿出来给清洁工做奖金。青山哥，第一批山沟垃圾清出来了。危险地段以后不能硬下，先用绳索和护具，必要时请专业队。我出这笔钱。这话要算数。以前我只算眼前账，现在知道了，环境坏了，景区也就没了。出山时把垃圾带回来，可以换水或者积分。这倒新鲜，带垃圾还能换东西。妈妈，不能丢山里，叔叔说山会疼。以前环保我总觉得就是多雇几个人扫地，没想到还能这么做。人都有惰性，光靠骂没用，要让大家知道怎么做，也要让做好的人有一点奖励。山沟清理队那边也排好班了，每次下沟前检查护具，不冒险。记住，干净的山重要，人的命更重要。陈青山这么大老板，还真会来收垃圾。以前笑他挑垃圾，现在人家把垃圾做成公司了。叔，这样不行，厨余和纸箱要分开。以前不都一袋扔，哪来这么多讲究？分开不是为难你，是让这些东西能重新变钱。纸箱不沾油，能回收；厨余能做堆肥。混在一起就全成臭垃圾。那我分了有啥好处？参与分类的商户每月垃圾清运费减免一部分，回收量高的还能返现。真返钱？真返。环保不是光喊口号，要让大家看见实惠。妈妈，我有积分啦！同学们，今天陈叔叔教大家垃圾分类。塑料瓶日可回收，旧电池不能乱扔，保护大山，从不乱扔垃圾开始。孩子都懂了，咱大人再乱扔也丢人。环保要从孩子开始，也要让大人跟着改。以后学校每月回收积分最高的班级，青山环保给他们捐图书。这笔罚款管用，罚只能让人怕一阵，习惯养起来才能管一辈子。这些垃圾都堆多少年了，没想到真有人来清。下面还有旧轮胎、破塑料布，得分批运。都慢点，人比进度重要。青山哥，这活太费人了，今天清这一段就累够呛，所以要建长期机制，清一次不难，难的是以后不再乱丢。上面加拦网，
路边增设分类桶，游客进山发环保袋，出山按袋回收积分，商户谁乱倒垃圾就停供运输服务。陈总，这么严，商户能答应？想靠这座山吃饭，就得先护住这座山。原来这里还有条小溪，它一直在，只是被我们弄脏了。陈总，没啥好东西，你们辛苦一天，拿回去吃。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您留着卖钱。这条沟堵了好多年，一下雨就臭，娃娃们都不敢过。今天水出来了，我心里痛快。青山哥，今天这一身泥值了。值。以后每清出一条沟，就少一个地方被垃圾压着喘不过气。明天继续，但今晚都回去好好休息。环保不是拼命，是长久坚持。1个月时间，景区垃圾减量3成，可回收物回收率提高到6成，镇上主街投诉也少了。以前垃圾桶一到夏天就臭，现在分类清运，游客都夸镇上干净。我们村口那条沟也清出来了，下雨不堵水了。我提议景区和青山环保签长期托管协议，山道、商铺、后山路全交给他们统一清运维护。镇里也准备把周边几个村的垃圾转运试点交给青山环保做。青山哥，这摊子越铺越大了，越大越要做细。我算过账，公益清理部分短期亏，但分类回收和托管服务能覆盖1半成本，等规模起来，不会拖垮集团。陈总，你还有什么要求？有，第一，清运工人工资不能低；第二，危险作业必须买保险；第三，环保积分收益要公开。陈总，以前我总觉得做生意就是算账，能省1分是1分。今天听你提工资、保险、公开收益，我才知道自己以前错在哪。钱要算，但不能只算钱。清运工人下沟上山，干的是最脏最险的活，他们不被尊重，这事儿就做不长。陈总，这个试点要是真成了，能给全镇立个规矩。规矩立起来容易，难的是每个月都坚持公开，坚持发奖金，坚持安全培训。这事儿我盯，谁敢在安全上糊弄，我第一个不答应。试点启动不是终点，是开始。明天先从最脏的地方清。这小镇真干净，比很多景区商业街都舒服。还真能换积分，等会儿能抵一杯山茶钱，挺有意思。以前游客嫌脏，逛一圈就走，现在干净了，人员一停，东西也卖得快。你看，今天这一筐笋干又快卖完了。陈总，今天又帮我们发1车笋干去省城。以前收购商压价，现在直接发出去，价钱翻了1半。质量把住，包装也别马虎，路子打开了，以后不愁卖。青山哥，环保公司虽然利润不高，但带动的旅游、运输、农货销售全涨了。光这个月镇上的配送单就比以前多了3倍。不错，镇上不少年轻人也回来了，有人在景区开民宿，有人做土特产直播，还有人专门拍短视频介绍咱们这条环保街。陈总，我之前在外地送货，听说家里环保车队扩招，我想回来干，还招人吗？只要肯干，家门口也能有活路。不光车队、回收点、仓储、直播发货都缺人。陈总，你不是只负了自己，是把大家都带起来了。以前这条街天一黑就没人，现在晚上灯都亮到半夜。我一个人富不算本事，大家能一起把日子过好，年轻人不用背井离乡，老人孩子也有盼头，才算真的富。陈总，第1周房间全订满了。以前我在外地打工，总觉得家乡没盼头，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现在才知道，干净的山就是招牌，咱们自己家门口也能挣钱。我们也跟着受益，游客住下来，晚上还来集市吃饭，早上又买山货带走。以前一天卖不完1锅汤，现在晚上还得加锅。青山哥，运输单也涨了，山货、民宿用品、餐饮配送、回收物中转，全都用咱们的车。
以前车下山空跑，现在来回都有货。听听你的专业意见。环保公司赚的是小钱，带起来的是一整条链。账面上看不只是清运费，还有住宿、餐饮、运输、农货，这些都是活水。这才是我想看的。垃圾清了，环境好了，人愿意来，货能出去，年轻人能回来，一个地方干净了，机会才会留下来。这地方看着舒服，住着也安心。下次我带朋友一起来。陈总，谢谢你让我们能回家挣钱。我爸妈以前总说山里留不住人，现在他们终于不用盼着我过年才回来一次了。不是我让你们回来，是家乡变好了，你们自己愿意回来。以后这地方能不能更好，还得靠你们一起守。叔叔，这个要丢进垃圾桶。不好意思，小朋友，我没注意。山干净了，大家看风景才舒服。每个人少扔一点，清洁工就少冒一次险。谢谢提醒，小朋友。小姑娘比大人懂事儿。你做的对。青山哥，以前我们总觉得规矩要靠人管，现在看孩子一句话比罚单还管用。因为他不是在管人，他是在提醒大家别忘了良心。爸爸，那辆车是送小朋友上学的吗？是，以前他们要走很久山路，现在坐车就能到学校。那爸爸修的路比我的画还厉害。你爸爸做的事儿是给很多人画了一条路。青山哥，你看，这是当年咱们在山上挑货时有人拍的。那时候啊，我真不是东西。人能改，就不晚。我也被这座山拉过一把，所以我才要把这把力还回去。爸爸，我以后也想保护这大山。姐夫，这个月清运工奖金算出来了，最高的老周多拿了2300。老周以前靠打零工，现在负责3个村的分类点，干得可认真了。还有山沟清理队，申请加2套专业护具。批，安全的钱不能省。环保公司这个月终于不亏了，虽然赚的不多，但现金流正了。垃圾清运还真能做成生意。不是垃圾值钱，是把垃圾放对地方就值钱。塑料回收、金属回收、厨余堆肥，每一样都能变成资源。以前我总觉得赚钱就是体面，现在才知道能让别人过得好也体面。记住这句话，公司做大了最怕忘本。陈总，省里环保部门来电话，说想把咱们镇作为山区环保试验点推广。要是全省推广，咱们青山环保可就真打响名气了。到时候业务肯定多，工资也能涨。业务多是好事，但别被名气冲昏头。咱们不是去抢钱，是去解决问题。每个山区情况不一样，不能拿一套方案到处套。有的地方缺路，有的地方缺中转站，有的地方是村民习惯没改，都得先调研。我建议成立培训小组，把分类、账目公开、安全流程都做成手册。可以。青山环保走出去，第一要带方案，第二要带规矩，第3要带良心。陈总，我们明白了。过去我们这里靠山吃山，却也让山替我们吞了太多垃圾。今天能成为示范镇，离不开青山集团，也离不开每一个参与分类、参与清运的乡亲。陈总，说2句吧。我以前也是这山上的挑山工，背过货，也捡过垃圾。那时候很多人笑我，说垃圾有什么好捡的。后来我明白，垃圾不是最脏的，最脏的是我们明明靠这片山吃饭，却不肯弯腰护它。青山环保不是我一个人的公司，是大家一起把家乡变干净的证明。以后我们还会修更多路，清更多沟，建更多回收点，让孩子看到的山是干净的山，让老人走的路是安全的路，让每个靠山吃饭的人都能堂堂正正把钱挣了。姐夫，我们刚从里面出来，以前是我猪油蒙了心，不该害你，不该对车动手脚，更不该拿一家人的命去赌。我也后悔了，进去以后才知道自己以前有多混账，现在婚也离了，家也散了，什么都没了。我们不敢求你原谅，就是想当面说一句对不起。青山哥，要是还能给我们一条路，
我们一定好好做人。你们以前干的那些事儿，可不是一句后悔就能过去。你们要是真悔过，就拿出悔过的样子。运输公司缺司机，环保公司缺工人，岗位都有，但没有一个是给你们享福的。你的意思是，从最基层干起，开车也好，清运都也好，没人会因为你们是亲戚，脏活累活都得干，也没人会因为你们哭几句就相信你们。我们干，只要肯给机会，什么活我们都干。别急着答应，如果你们真有骨气，就证明给我看，也证明给晚秋晚月看。我们一定重新做人。路给你们了，能不能走直，看你们自己。青山哥，3年了，咱们货运线路已经跑到全国20多个省，环保公司也接了6个山区示范项目。以前没人看得上的垃圾，现在真成产业了。别光看数字，司机安全、清运工保险、村里分红，一项都不能少。放心，婉月盯着账，谁也糊弄不了。姐夫，河药组负责的山沟清运队这季度考核第1，危险点位零事故，回收率也最高。青山哥，我以前只会耍嘴皮子，现在才知道踏踏实实干活，心里才安稳。省城那批农货按时送到了，1箱没破，1单没误，不错，连续半年零投诉。路上累吗？不累。以前我总想走捷径，现在才明白，正路再累也踏实。那就继续好好干。婉月，我不敢求你立刻原谅我，但我会一直干给你看。下个月新村试点，你带队，别让我失望。一定不会。一个镇变好不难，难的是人心也愿意变好。慢点，慢点，小心烫着。我来。慢点，慢点，别把碗摔了。现在倒是比以前勤快多了。妈，以前不懂事儿，现在多干点是应该的。以后家里的重活都交给我们。爸妈，对不起，公司临时有个环保项目验收，又来晚了。晚什么晚？你们这是为大家忙，辛苦了。青山啊，以前你来晚，我只会骂你没出息，现在我才知道你肩上扛着多少事儿。能有你这么一个女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也是我最骄傲的事儿。快坐，今天谁也不许说你一句。你和婉晴都辛苦了。爸妈，坐，咱们一家人吃团圆饭。多多，这块给你。姐夫，谢谢你当年愿意给我一条路，也谢谢你没放弃我们。路是你们自己走回来的，以后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这一次真的团圆了。团圆了。青山，当年你第一次发现垃圾变成黄金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就在那边。那天我从你爸寿宴上出来，喝了酒，心里又憋又疼。我拖着一袋垃圾坐在路边。我本来想着把垃圾卖了，多少换点钱，结果一拉袋子，怎么都拉不动。然后呢？然后我打开袋子，看见里面全是金子。那一刻，我以为自己在做梦。那天你一定很难受吧？难受。但现在想想，要不是那天那么难，我也不会知道自己到底想守住什么。就是这里。当年我最狼狈的时候，命运在这儿给了我一把力。
爸爸，我也捡到了一个黄金。对，这是朵朵的黄金。可是它没有变成金子呀。它让这条路更干净，让山少一点脏，这就是黄金。青山，咱们真的走出来了。不是走出来，是走回来了。